在非洲的肯尼亚，烈日炙烤下的土地裂开一道道深痕，仿佛随时都会碎裂成尘。庄稼无力的倒伏，孩子们瘦得像风，一吹就会倒下的草。饥饿让一个村庄的日子像被掐断了的时钟，停滞在绝望里。就在这样的荒原里，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：干裂的土壤里冒出了绿芽，渐渐长成了一片片葱翠的叶子。几个月后，金黄饱满的马铃薯堆成小山，足以让整个村庄的人久违的吃饱饭。这里是意识觉醒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。你可能会以为这是某个国际大基金会斥巨资打造的扶贫样板工程，又或者是哪位亿万富翁的慈善试验田。可答案让人意想不到，这一切来自一群远道而来的台湾农业专家。他们带来的并不是一袋袋免费粮食，而是一颗颗耐旱的马铃薯种苗，一套简易却高效的灌溉系统，以及最重要的一份真心与耐性。故事的主人公叫塞普克里，一个普通的肯尼亚农夫，42岁，跟父亲、祖父一样靠天吃饭。过去几年天愈发不仁，雨季短得像一场幻觉，旱灾却长得像一辈子，玉米死在地里，孩子饿得哭不出声音。那种绝望逼得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被上天遗忘。国际援助组织来过，带点粮食，发点糖果，拍几张照片，转身走人，留下的依旧是干裂的土地和空荡荡的粮仓。人们早已麻木，甚至习惯了失望。直到有一天，村里传来消息，一群台湾专家要来教大家种马铃薯。马铃薯，村民们笑了，这东西他们早试过，结果都烂在地里。更何况这个叫台湾的地方，他们根本不了解，只听说是个在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岛，能有什么了不起？可塞普克里犹豫了，他望着家里正在分食一小块木薯的孩子们，又看了看窗外被烈日烤得冒烟的田地，他心里突然有个声音，再怎么不信也不能坐着等死。于是他决定去看看。那天下午，村里的简陋礼堂挤满了人，空气里弥漫着3种情绪：好奇、怀疑，还有一丝不敢明说的期待。台上10几个肤色黝黑、笑容腼腆的亚洲人，穿着普通的工作服，胸口别着一个小小的台湾徽章。他们不是来念长篇演讲的，只是淡淡的说：我们带来的不是救济，而是伙伴关系。我们研发了一种专门适应东非环境的马铃薯台农4号，它耐旱省水，而且我们会陪伴大家至少3到5年，一起把这件事做成。全场一片低语，有人冷笑，有人摇头，更多的人一脸不信。最固执的老妇人甚至直接说：连玉米都活不了，你们的马铃薯能活？没想到带头的林先生只是笑了笑说：第一步不是种植，而是找水。他拿出地质图，指着潜藏的地下水脉，说要用太阳能泵和简易管道建立起一个微型灌溉系统。马铃薯耐旱不假，但没有水，再好的种子也白搭。那一刻，怀疑的空气凝固了，因为这是第一次有外来人不是谈梦想，而是先谈怎么活下来。几周后，台湾团队真的来了，他们没有摆架子，也没有拍照取景，而是直接卷起袖子下田，和村民一起挖土、架管、修沟。烈日下，他们的皮肤晒得通红，中午就蹲在树荫下啃着干得掉渣的面包。他们教大家如何修梯田，让水不至于一下子流光，教大家怎么测土壤酸碱度，如何自制有机肥，甚至教孩子们动手做简易水槽。那种脚踏实地的态度慢慢融化了村民的戒心。塞普克里也跟着学，把一块贫瘠的像被诅咒的田地改造成了小小的阶梯田。第一次播下台农4号的那天，他的心里没底，却也有一点久违的悸动。1个礼拜后，嫩绿的芽顶开了坚硬的土壤；2个月后，绿叶铺满了田野。然而，就在希望出现的时候，命运又来捉弄。旱灾加剧，气温飙升，村里的小溪彻底干涸，马铃薯的叶子开始卷曲，许多人当场崩溃。完了，又要失败。最怀疑的老妇人跑到田边，指着快要枯萎的植株，对塞普克里喊：我早说过，台湾人斗不过老天。塞普克里差点被击垮，可林先生和团队却没有退缩，他们连夜加装抽水机，从更深的地下取水，又让村民们一起用塑胶布覆盖土壤，减少蒸发。他沙哑着声音说：在台湾，我们也遇过台风，把一切吹得干干净净。
但我们撑下来了。现在我们要跟老天爷抢时间。这句话点燃了所有人。那一段日子，村民们和台湾团队一起熬过了最艰难的时刻。终于在播种后的第10周，塞普克里拿起锄头挖开干土，那一刻，金黄饱满的马铃薯滚落出来，像一颗颗沉甸甸的宝石，全村沸腾了。平均产量是过去玉米的3到4倍。那个最不相信的老妇人也抚着马铃薯哭了。这是奇迹吗？不，这是科学、耐心和真诚的叠加。接下来问题来了，这么多马铃薯怎么保存在肯尼亚的高温下？没有冷藏，不出几天就会烂光。林先生又站了出来说，别急，我们在台湾也遇过类似问题，可以建天然通风地窖。很快，村民们跟着台湾团队动手，用泥砖、木材和茅草盖出了一个个天然仓库，既凉爽又透气，能把马铃薯保存好几个月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帮村民联系到首都的大盘商。马铃薯个头大，颜色好，口感绵密，立刻吸引了高级餐厅和加工厂的目光。从那一刻起，村民们第一次有了议价的底气。他们不再只是靠救济度日的穷人，而是能靠技术和劳动获得收入的农民。那一夜，全村人几乎都没睡，大家轮流到田地里，看着那一袋袋新挖出的马铃薯，就像看着久违的宝藏。有人一边抚摸着土豆，一边喃喃自语：“这是真的，不是梦。”可喜悦过后，现实的棘手问题又浮现出来。村民们很快发现，马铃薯虽然丰收，但比玉米娇贵太多。在炙热的肯尼亚平原上，如果没有妥善储存，不出几天就会开始腐烂发芽。我们忙了几个月，难道就要眼睁睁看着成果烂掉？穆卡伊差点急哭出来。林先生却镇定地笑了。这个问题台湾早就遇到过，我们可以盖天然地窖。他拿出纸笔，蹲在地上画图，告诉大家如何利用空气对流，建造一个既简单又高效的储藏空间。泥砖、木材、茅草，这些原本廉价到没人看得起的材料，成了救命稻草。那几天，整个村庄的人都动员起来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有人和泥，有人运木头，有人搭茅草顶。不到1周，几座简陋却实用的天然仓库拔地而起。第一次把一袋袋新鲜的马铃薯小心翼翼搬进地窖时，塞普克里心里升起一种久违的安全感。这些土豆至少能撑过下一个旱季。储存问题解决后，更大的惊喜随之而来。台湾团队不只是把种子和技术交给村民，还牵线搭桥，把他们的产品推向市场。来自首都内罗毕的大盘商亲自驱车进村，看到那些体型饱满、口感绵密的台农4号，眼睛都亮了。这品质在高档餐厅绝对能卖个好价钱。商人兴奋地说。那一刻，村民们第一次站在交易桌前，不再是卑微的乞求者，而是自豪的生产者。他们可以和商人谈价，可以决定要卖多少，留多少做种。对塞普克里来说，这是从未想象过的尊严。过去，他们只是等待救济的受助者，如今，他们是能靠双手养活家人的生产者。很快，台湾团队推动成立了台肯马铃薯合作社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。过去，村民各自为战，遇到天灾或市场波动，没人能互相扶持。但合作社把大家团结起来，共同决定播种规模，统一谈判价格，还能集中资金维修灌溉设备。这不是台湾人替我们做的，而是他们教我们怎么做。塞普克里后来回忆时，眼神里满是感慨。合作社的建立等于让村民从依赖变成自立。到了第3年，村庄的马铃薯产量已是过去种玉米时的几十倍，家家户户都开始有盈余。有人用收入修缮了漏水的屋顶，有人第一次买了电灯，有孩子终于可以每天吃上3餐。塞普克里最小的女儿原本因为长期营养不良而眼睛显得特别大，如今终于有了圆润的脸颊，笑声在田间回荡。那是一种久违的幸福感，不是别人施舍来的，而是靠自己耕耘得来的。消息渐渐传出，外界的目光开始聚焦到这个小村庄。肯尼亚国家电视台拍摄了一部纪录片，名字就叫《台湾马铃薯奇迹》。记者问塞普克里：“你觉得台湾是一个怎样的地方？”他沉思片刻说：“以前我不知道台湾在哪里，现在我知道，那是一个充满创新、热情和实干精神的地方。他们给了我们希望，不是鱼，而是钓鱼的方法。”咚！这句话播出后，在肯尼亚引起巨大反响，网友纷纷留言：“这才是真正的援助，台湾人是用行动交朋友。”不仅如此，
欧洲的食品进口商也注意到了这里，他们派代表来考察，想要建立长期的供销合约。一个原本被世界遗忘的小村庄，竟然因为台湾的马铃薯走上了国际舞台。从宏观角度看，这不仅仅是农业上的成功，它更是一种软实力的展示。台湾并没有用金钱堆砌声势，而是用技术、耐性与真诚，悄悄改变了一片大陆的命运。过去人们一提到台湾，想到的可能只有台积电、芯片和科技业，那是硬实力，闪耀全球。可在非洲，在最贫瘠的土地上，台湾展现的却是另一种力量，让饥饿的土地重生，让农民重新抬头挺胸的能力。这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影响力。塞普克里常说，他们不是来做客的，是来和我们并肩的。这种并肩作战的精神，比任何宏大的演讲都更能打动人心。3年后，当第一批台湾专家即将返回时，全村人为他们办了一场盛大的欢送宴会。他们用自家田里收获的马铃薯做了最地道的肯尼亚料理：土豆炖肉、烤土豆片、马铃薯泥。林先生吃得津津有味，笑着说：“你们这边种出来的台农4号，比我在台湾实验室里种的还香还甜。”所有人都明白，那不是品种的区别，而是汗水、泪水和希望调和出的滋味。村里的孩子们拉着台湾专家的手，不愿松开。老人们流着泪说：“你们改变了这里，也改变了我们的心。”那一晚，篝火映照下的笑脸定格成了永恒的记忆。故事走到这里，你或许会问，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？意义在于，台湾人证明了软实力并不是空洞的口号，而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改变。在非洲这样资源紧缺、环境恶劣的地方，任何夸夸其谈都没有用。真正能留下痕迹的是技术、经验和那份不抛弃、不放弃的精神。台湾人把这种精神悄悄种进了非洲的土地，而这正是台湾最被忽视却同样耀眼的另一面。丰收只是开始，真正让人震撼的是连锁效应。马铃薯带来的不仅仅是饱腹感，还有产业的雏形。原本村民们一天的主题就是怎么活下去，如今他们开始讨论怎么赚更多的钱。合作社里第一次出现争论，有人主张多留种子扩大种植规模，有人觉得应该先把产品卖出去换现金。那一幕虽然吵得不可开交，却让台湾专家们笑了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这正是经济思维萌芽的信号。过去靠救济粮度日的农民，如今会为市场价格利润争论不休，这种转变比丰收本身更重要。随着台农4号逐渐普及，邻近的村庄也开始好奇，为什么他们那边的土地能长出这么多马铃薯。于是村民们主动跑来请教，合作社也顺势吸纳新成员。短短几年，整个地区的农业版图悄然发生了改变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村里还出现了创业者，有人用多余的马铃薯加工薯片卖到集市上，有人尝试酿制土豆酒，甚至有年轻人学着台湾人的样子设计简易机械，帮村民提高收成。从一颗马铃薯生出了一个小小的产业链。这就是软实力的魔力，它像水一样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，不张扬却持久。消息很快传到更远的地方，有国际记者专程来采访，对比台湾团队和一些大国的援助模式，他们发现了显著的差别。大国援助往往带着强烈的政治目的，修一条公路，建一栋大楼，新闻头条上看似辉煌，但后续维护往往无人问津。几年后，道路裂开，大楼荒废，留下的只是象征意义。而台湾的做法完全不同，他们带来的不是宏大的工程，而是细致的技术，不是一次性的补给，而是可以代代相传的方法。这就像撒币与撒种的差别，前者是短暂的轰动，后者是长期的生长。一个国际评论员这样写道，台湾的软实力体现在它不以国家体量压人，而是用实际行动赢得信任。非洲的农民也许不懂什么地缘政治，但他们能分辨出谁是真心与他们站在一起。这句话引起了很大的共鸣。塞普克里也说，我见过太多援助团队，来时浩浩荡荡，走时悄无声息，留下的只是宣传照片，可台湾人留下的是能改变我们生活的技术。与此同时，这个故事也引发了一些大国的关注，因为它揭示了一个被低估的现实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影响力不再只靠钱和武力堆砌，一个小小的岛屿，只要找到切入点，也能在国际社会掀起不小的波澜。
中国、美国、欧盟都在非洲投入巨额资金修路、采矿、建工厂，但台湾却用最普通的农作物马铃薯切入了非洲的心。这带来一个重要的启示：真正长远的影响不在于硬件，而在于改变人心。这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逻辑。马铃薯在全球粮食体系中本就有特殊地位，它是继水稻、小麦、玉米之后的第4大主粮。相比玉米和小麦，马铃薯对水分和土壤要求更低，产量却更高。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表明，全球每公顷马铃薯的平均产量约20吨，而经过改良的品种甚至能达到40吨以上。在粮食安全越来越紧张的今天，谁能掌握优质种源和技术，谁就握住了未来粮食市场的一部分筹码。台湾的农业团队正是在这个被忽略的角落找到了切入点。他们没有与大国硬碰硬，而是从基础出发，用一颗小小的马铃薯证明了科技农业在非洲的巨大潜力。更深的影响是文化层面的。村里的孩子们开始说，台湾人告诉我们，只要努力，土地不会辜负人。这句话在课堂上被老师引用，在日常聊天里被反复提起，它像是一种信念，悄悄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态度。过去，村民们谈未来只有一个字：怕，怕旱灾，怕饥饿，怕被遗忘。如今，他们谈未来时眼里有了光，他们会说，明年我们要多开3块田，甚至有人憧憬着，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把土豆卖到欧洲。这种心态的变化比任何硬件建设都更深刻，因为它意味着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发生了转折。更广阔的视野下，这正是台湾软实力最独特的地方。它不是建立在资源的富裕之上，而是源自一个曾经贫穷的社会对生存与发展的切身理解。台湾也曾是资源匮乏的小岛。战后那几十年，台湾农民和非洲农民一样，经历过饥饿、欠收和不确定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更懂得土地的痛，也更懂得如何一步步走出困境。把这种经验带到非洲，并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，而是平等的分享。这种姿态本身就比单纯的资金投入更能打动人心。所以，当外界还在聚焦台积电芯片科技业的时候，非洲的土地上另一种台湾力量正在悄然生根。它没有新闻头条那么耀眼，却可能影响更长远的未来。因为它改变的不是一时的经济数据，而是无数普通人的命运。马铃薯的奇迹并没有停留在那个小村庄。肯尼亚农业部注意到了这一现象，他们派出官员到示范基地考察，看到那些产量比传统作物高出3-4倍的台农4号时，连连点头。很快，台湾团队受邀在更多的地区推广，不只是肯尼亚、乌干达、卢旺达、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农业协会也纷纷来观摩，因为他们面临的困境几乎一模一样：旱灾频繁，粮食不足，农民陷入恶性循环。过去，大国的援助更多是围绕矿产、石油或基建展开，而农民最直接的吃饭问题反而长期被忽视。台湾人从最普通的食物入手，却一下子触动了整个非洲大陆最敏感的神经——粮食安全。这就是所谓点小却能撬动大局。很快，台农4号的故事在国际会议上被提及。在一次非洲农业论坛上，一位肯尼亚代表说，台湾的团队没有带来豪华的机器，也没有开支票，而是陪着农民在烈日下挖沟、修田。正因为如此，他们的成果才可持续。这番话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。而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份报告中，也特别提到台湾在东非的马铃薯项目，称其为小规模农业合作的典范。要知道，台湾在国际舞台上的空间并不宽裕，但正是通过这种看似不起眼的方式，他们悄然写下了自己的存在感。与此同时，世界粮食市场的紧张局势让这个案例更显得弥足珍贵。过去10年，极端气候频发，全球粮食价格波动剧烈。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，乌克兰的小麦出口受阻，全球小麦价格一度飙涨到14年来新高。许多依赖进口的非洲国家瞬间陷入粮荒危机。就在这种背景下，一颗耐旱高产的马铃薯显得比黄金还宝贵，因为它意味着即使全球贸易链受阻，非洲农民也能靠本地耕作活下去。这才是真正的战略作物。台湾团队无意间切中了世界粮食安全的命脉。外界也开始出现一种讨论，这是马铃薯外交吗？有人拿它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对比，中国修公路、建港口、
强调的是互联互通；美国在非洲建军事基地，关注的是地缘安全；欧洲注重气候与人权议题，而台湾用马铃薯切入，看似微小，却直接解决了吃饱的问题。这种方式没有宏大口号，却让人记得住，因为当饥饿时，一个土豆远比一条高速公路更能让人感受到温度。有人可能会问，那台湾能靠马铃薯改变非洲吗？当然不能。台湾没有大国的资源，也不可能在整个非洲全面铺开，但这并不妨碍它以示范效应留下印记。就像在冷冰冰的国际舞台上，台湾很难与大国争锋，但在一个农民的心里，他们能留下无法抹去的温暖。这就是软实力的本质，它不是全面覆盖，而是精准渗透。当一个农民在电视机前说“台湾人让我重新相信土地”，这句话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有力量。塞普克里也在合作社的会议上说过一句话，让人印象深刻：他们给我们的不是食物，而是未来。这句话后来被记者引用，甚至被写进了农业部的新闻稿。你能想象吗？一个原本贫困潦倒、几乎快饿死的农民，如今能在公共场合谈未来，这背后是多少次流汗与坚持换来的？台湾团队的影响力还体现在教育上，他们在村里设立了农业课堂，不仅教农民，也教孩子。孩子们学会用简易工具测试土壤湿度，学会记录气候变化数据，甚至有孩子立志要去首都读农业大学，将来回乡改善耕作。这和单纯的粮食救济完全不同，救济能让孩子活下去，但教育能让下一代走得更远。这种长远的眼光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。国际学者评价说，台湾的农业团队在非洲播下的不只是马铃薯，更是一种制度性的思维。合作社、科学种植、社区自治，这些看似零散的小事累积起来，正是现代化的基石。的确，现代化不是从摩天大楼开始的，而是从能不能吃饱、能不能储存、能不能团结起来抵御风险开始的。而台湾恰恰用最熟悉的农业领域把这一步走得扎实。对台湾自身来说，这也是一种战略布局。全球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，能掌握解决方案的国家就能在未来博弈中多一份筹码。马铃薯只是一个开始，背后体现的是台湾在技术外交上的思路，不跟大国拼规模，而是走精准、实用、感同身受的路线。这种路线不一定能在联合国里赢得席位，但能在民心里种下信任。而在地缘政治竞争日益复杂的今天，民心往往比任何宏伟工程更能决定成败。所以，当我们说别只知道台积电，其实并不是贬低台积电的价值，而是提醒人们，台湾还有另一种被低估的力量。它不是科技巨擘的冷冰冰芯片，而是田野里热腾腾的土豆。一个解决高端制造问题，一个解决基本生存问题，两者加起来才是真正完整的台湾。多年以后，当塞普克里再次走进田里，他脚下已不是龟裂的荒土，而是一片绿油油的马铃薯田。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，笑声像风一样飘荡。那一刻，他突然明白，这不是某种短暂的奇迹，而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。而这个转折来自一个遥远的小岛。台湾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？原因很简单，他们懂从零开始的痛。台湾自己曾是农业社会，土地贫瘠，资源有限。战后几十年，靠的不是天赐的肥沃，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技术改良、灌溉系统、梯田设计、合作社制度。这些在今天看似普通的农业手段，其实是台湾人一步步摸索出来的生存智慧。正因如此，他们面对非洲农民时，不会居高临下的宣讲，而是像对待自己当年的困境一样，脚踏实地去解决。这种同理心是大国往往缺乏的。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大国的援助是硬碰硬的地缘战略，修路建厂强调的是规模与速度；台湾的援助是润物无声的陪伴，种田交际强调的是扎根与持续。前者像是强行移植一棵参天大树，看起来壮观，却很可能活不久；后者则是播下一颗种子，虽然不起眼，却能一季一季延续下去。这就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差别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真相：全球化的竞争不仅仅在晶片、AI、军事，更在吃饭问题。世界人口正快速增加，气候变迁让耕地面积减少，
根据联合国预测，到2050年，全球粮食需求将增加50%，但耕地和水资源只会越来越紧张。换句话说，未来真正稀缺的不是石油，而是粮食。谁能提供解决方案，谁就能在全球经济中掌握话语权。台湾人带着马铃薯走进非洲，看似小题大做，其实踩在了未来的大趋势上。从宏观的经济角度看，这个案例还能带来3个启示。第一，粮食是最基本的国际话语权。当乌克兰的粮食出口一度停摆时，整个非洲都跟着震动。这说明，任何能提高粮食自给率的技术都是战略武器。台湾用马铃薯种子赢得了超越经济的数据优势信任。第二，技术比资金更有穿透力。大国可以撒钱，但钱花完了，问题依旧。技术一旦扎根，就能长期改变结构。非洲农民最缺的不是临时的食物，而是能复制的方法。台湾提供的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。第三，小国也能找到自己的舞台。台湾没有办法在军事实力上与大国竞争，但在农业、教育、医疗等领域却能以小而美的方式切入。这种模式不求轰动，却能留下深远的印记。回到村庄，变化也在悄悄积累。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，农民之间第一次学会联合的意义。过去，大家都是各顾各的田，遇到天灾只能认命。现在，他们会一起筹钱修理水泵，会共同决定如何储存、如何分销。这就是制度的萌芽。台湾人给他们的不只是作物，还有组织方式。一个学会合作的群体，比单打独斗的个体更有抵御风险的能力。塞普克里说，以前我们像沙子一样散落在地上，现在我们像泥土一样拧在一起。而这种改变还在一代代延续。村里的孩子已经有人走进首都的农业大学，老师问他为什么选择农业，他说，因为我看见台湾人让土地重新开花。这句话让人想起一句古老的格言，给人一条鱼，他能吃一天；教人捕鱼，他能吃一辈子。台湾人做的甚至比捕鱼更远，他们不仅教捕鱼，还帮人修网、造船，甚至鼓励人自己出海，这才是真正的自立。几年后，当林先生和第一批专家离开时，村里人办了一场告别宴。那一晚，篝火映照下的笑脸，所有人心里都清楚，他们留下的不只是丰收的土豆，还有一套能走下去的方法。塞普克里举起酒杯说，你们改变了我们，也让我们看见了自己能改变的力量。这句话正是软实力最好的注脚。那么，这个故事对台湾自身又意味着什么？它意味着，在大国林立、角力不断的今天，台湾也能用自己的方式写下存在感。或许在联合国的会议桌上，台湾没有座位，但在非洲的田野里，台湾却有一席之地。这种存在感安静却坚实。未来，台湾可以把这种模式复制到更多领域，在医疗上帮助非洲改善基本卫生条件，在教育上输出实用的技术课程，在能源上推广太阳能水泵等低成本设备。每一个切入点都很小，却能积累成一种不可忽视的影响力。所以，当你下次再听到台湾时，别只想到台积电和芯片，要记得，在遥远的非洲，还有一群农民因为台湾而摆脱饥饿。要记得，有孩子在课堂上说：“台湾人让我相信土地。”这才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力量，不是一纸豪言壮语，也不是高耸入云的建筑，而是一双双肯把手弄脏的手，把技术与尊严交到别人手上。台湾的另一项软实力正在悄悄改变世界。一颗马铃薯从岛屿跨越海洋，扎根在干裂的土地里，开出了希望的花。它提醒我们，真正能留下来的不是声势，而是新生。它也提醒我们，软实力的核心不是炫耀，而是实干；不是居高临下，而是并肩同行。当篝火熄灭，夜空繁星点点，塞普克里抬头望天，他轻声说：“原来希望也能从遥远的地方漂洋过海，来到这里。”这句话不仅属于一个肯尼亚农民，也属于每一个渴望改变的人。